说出来你可能很难相信，但是事实上，在2023年关于日本国民金融行为的统计调查结果中，存款和金融投资加起来都不到500万日元的日本家庭占了超过一半的比例，其中接近70%的单人家庭以及超过50%的多人家庭都达不到这个数。这个结果，我想别说是看惯了住房中介、移民中介的营销号内容的中文用户，就算是喜欢看一些厉害的我的国那种账号的用户，都会觉得出乎预料。但是这才是日本生活的现实，绝大多数家庭连500万日元的存款都没有。但是如果长期连这点流动资金都没有的话，恕我直言，这在日本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是日本生活基础的应急储蓄。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这里是花散里，喜欢这样的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呀。为什么我说基础的应急储蓄需要500万呢？还记得40到44岁的日本正社员的收入平均数吗？是586万日元。这个指标是很多日本机构作为日本人年收入预期的指标。那么年收入586万的正社员到手额就是450万到500万之间，也就是说500万日元是平均水平的日本人一年的收入。如果习惯了没有这个数额以上的应急存款，就会激发身在这个社会中的稀缺心理。除了稀缺心理带来的不利影响，低存款也会带来其他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详细聊聊。首先就是在日本，存款和幸福感直接相关。事实上，一项大阪大学针对日本人的研究发现，生活在日本的话，存款和幸福感的关系并不是像很多其他发达国家一样，超过了一定数额之后就会到达平台，而是存款额和幸福感直接正相关。几年前菊林的幸福资本论能够短时间风靡日本，出圈到全世界，也是因为这在日本社会太有共鸣了。书中把人类的幸福基础分为3个决定要素，第一就是钱，就是存款和资产。第二是个人，主要是由工作赚钱的能力、健康状况以及实现自我价值的能力等等来构成的。第三是社会，也就是家人、朋友等等人际关系。说白了，生活在日本，金钱本身就是幸福感的半壁江山，原因也很简单，钱是自由的基础。而在日本，同样程度的自由所需要的金钱门槛比很多发达国家都要高。眼光离开日本看向人类社会的话，很多研究都表明，人类感到幸福的第一个前提就是能够自由地掌控自己的生活。而在日本，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存款，会失去比其他的发达国家更多的自由。假如你的手里没有足够支撑生活一段时间的存款，即使是遇到了讨厌的老板或工作，也无法随心所欲地辞职离开，甚至会被迫去做违背道德的事情。而在日本，这种情况会受到的剥削可能远远高于其他的现代化国家，比如会遭遇严重的薪资歧视，甚至是薪资倒挂，每个月60个甚至是80个小时的加班之类的。这个你们回去看以前日本黑企相关的影片，我就不赘述了。最近巴西油价平白涨了2毛钱，卡车工会就迅速组织了罢工，涨价仅仅维持了2周。而日本却不是这样的国家。今年农协说日本的米价还不够高，几个大企业各自宣布了自己的裁员万人计划。其实买米的日本人和被裁员的日本人都只能嘴里骂一下而已。当然，如果你能像半泽直树一样能力超强，绝不吃亏，或者像派遣女王那样能力超强到哪都能赚钱，那确实是无所谓。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呢？没有一定量的存款，人生很容易就被掌握在别人手里了。这2部剧上线时都是日本的收视奇迹，这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而这2部剧当时的日本收入中位数和贫富差距这些情况，可比现在还要好一些。所以基础的应急存款可能会是你在日本生活的最后退路。此外，幸福资本论中还提出，过多的考虑钱的问题本身就会让人变得更加不幸。当然，我不排除有些人即使是有钱，也会长期习惯性的为金钱感到焦虑，尤其是我也是中国人嘛，肯定懂的。但我想逻辑上有钱之后，这方面会好很多。以我个人的经验，我大概是在存款接近1000万，年收入超过了600万的时候，感觉到对于持续收入的焦虑低了很多。之后无论如何增长，这方面的心态都没有明显变化的。第二个问题是在日本遇上小概率灾难的话，500万日元的存款大体是够的，而低于500万，尤其是那20%多存款不足100万的家庭是非常危险的。虽然日本的医疗保险下几乎不会因为疾病花太多的钱
2022年，日本所有住院病人的平均治疗花费仅仅是20万日元左右。房屋损坏这些灾难也有足以确保安全的强制保险和公积金，但是这个世界的突发事件是预防不完的，你也只可能给医疗或者是房屋损坏这种比较大概率的突发灾难买保险。那么对于更小概率的突发事件，其实能保护我们的首先就是存款。人生漫长，需要一次性支付几十万甚至几百万日元的时候，其实还真不少。比如车子突然坏掉了，孩子临时需要某种教育费用，突然被动的搬家需求，男女朋友受到的熟人刺激，闹着要出国旅游等等等等。对于有存款的人来说，这些情况虽然不怎么舒服，但是也可以很干脆的支付掉，并不会对之后的生活产生太大影响。但是存款不足以支付的人，可能就只能借债来应对了。日本的利率是低，但是看着你急着用钱的时候，借贷成本可就高了。越容易借到的钱，利率就越高。最容易的信用卡提现或者银行老客户现金贷这些，年利率通常都高达15%左右。而为了事业和提高收入而贷款，住房贷款、投资贷款、自我提升学习的贷款，这些利率都很低。直白地说，存款不足会一不小心就跌落到被剥削状态，而日本的社会文化对于被剥削阶级是相当苛刻的，外国人更甚。请记住，无论在哪里，没有存款都会让你付出更多不必要的钱，从而生活更加困顿，这是一个严重的恶性循环。而日本是一个阶级流动率偏低的国家，而存款不足带来的最大问题，我觉得是来自稀缺心理，这会影响人的行为模式。贫穷的本质的研究中提出了隧道视野，也就是当人们缺乏某种资源，比如钱或者时间时，注意力会只聚焦在那些缺乏的东西上面，结果导致大脑的处理能力大幅降低。你看是不是特别有创意或者特别有见地的主播，大多内容偏向都很发散，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相反，也有一些博主，只要换个话题方向，或者是说出什么有意思的内容，你就知道他洗稿的。想想这种博主是不是很多都会常提男女性关系呀、阶级圈子呀之类的话题，这可能就是或者曾经是稀缺给他们留下的隧道视野。隧道视野会使人习惯于不做出正确的长远的决策，比如在日本，故乡纳税要抚养减税之类的措施，反而都是低收入人群忘记申请的概率更高。当你处于缺钱而导致的隧道视野状态时，精力几乎都会被眼前的问题所占据，根本没有余力去考虑那些长远而有效的收益可能。用贫穷的本质的话来说，就是穷人往往不把钱花在廉价的预防疾病上，而是会花在昂贵的治疗上。当然，如果年收入大几百万、1000万，但是存款没有500万的人，应该是没有这种问题的。不过那听起来是出了其他更糟糕的决策了。最后一个存款不足的恶果是会成为日本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这个过程的牺牲品。日本的基尼系数呢，说好不好，说差也不差，但是日本其实是因为严重的老龄化，把贫富差距的概念都给扭曲了。事实上，日本的再分配前基尼系数高达 0.57， 日常看到的 0.33 左右的日本最终基尼系数是二次分配过后的。但是日本的二次分配并没有余力给中低收入者，而是要给老人们。我所在的区每个月的财政报告中，养老支出都占了总支出的 55% 以上。也就是说，对于劳动年龄阶段的在日本生活的人来说，我们获取收入时体验的是 0.57 的超高基尼系数。但是日本工资的上下限差距是比较小的呀，一个打工人的年工资能够达到4000万日元，怎么着都封顶了。大部分公司的议员都拿不到这个钱，而全职员工最低，我想也不太可能会低于1年200万吧。所以20倍的差距基本就顶天了。那这 0.57 的基尼系数是怎么产生的呢？答案是资本收益的差额。我们都知道，投资理财就是用闲置资金进行的。所谓闲置资金，是扣除掉日常生活费、半年到2年花销的防御性存款，以及近期会用到的资金之后剩余的部分。但是如果存款很低，那几乎就是没有所谓的闲置资金了。可能300-500万存款的话，也是可以用来买一些流动性高的投资，这样防御性存款和投资收益可以兼顾。但是这些一般在风险预期和收益预期的对比上面，不如真正用闲置资金长期投资的标的。总之，存款不够的话，很难有效的进行稳健投资，从而失去了有效增加财富的机会。具体来说，这种投资理财的差距有多大呢？ A 君每个月定投3万日元到年收益率 5% 的标的，10年后这笔钱就有466万。
20年后有1233万，30年后有2497万。而没有足够存款的 B 君也买这种标的的话，更大可能是在几年后就出现突发状况花掉了这笔钱。而且5%收益率的标的一般都是长期稳定而短期不稳定的，如果不是在有防御性存款的情况下参与，一旦市场暴跌时就很容易惊慌失措，然后把资产低价卖掉，最终亏本收场。更糟糕的是，视频开头的统计是存款加金融资产500万日元，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日本家庭连 B 君的情况都不如。当然，这个财产统计并不包含贷款还没有还完的不动产，这一半的日本家庭中有不少都是把自己绑在了房子上面的。总之，这看起来很小的每个月能否定投3万日元闲钱的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变成巨大的财富鸿沟。而能不能掌握这些增值，有没有基础存款会是一个极大的影响因素。结果就是有基础存款的人和没有的人之间的财富差距会一直扩大。看到这，你已经知道了在日本长期存款不足500万日元会带来的主要的容易忽略的风险。作为看了这么久的奖励，最后补充一个大家都不会忽略的风险，那就是养老金不足。人总有一天会无法再继续工作，在日本到了退休之后，想要完全依靠养老金生活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养老金的设计原则是支付你在职时收入的40%左右，这绝对算不上充裕。没有存款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收入不足，或者是习惯的消费和收入相当。虽然一般来说刚退休时支出会减少，但要一下子降到在职收入的40%还是不现实的。而且人一旦进入了老年，医疗费用、护理费用以及房屋维护费用这些以前没有太在意的大额支出也会陆续出现，这些费用动辄数百万日元，没有存款的人靠自己是支付不起的，最后不得不连累家人，大大干扰子女或者亲人的人生规划和幸福。我想这样的结果，任谁都会觉得过于悲哀了。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热推还有硬币呀！我们下期再见。